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一张被记者泄露的美财长私人笔记，为什么能让日元在一天暴涨4%？美国为何选择用欧元来救日元，而不是用自己的美元出手？这其中哪个是阴谋，哪个是阳谋？故事要从2026年7月31日这天说起。这一天，美国马里兰州的戴维营风景如画，川普总统正在这里主持一场重大的内阁会议。然而就在这个会议上，一个看似偶然的瞬间却成为引爆全球外汇市场的导火索。这场内阁会议安排了记者公开拍照，路透社的一名摄影师站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身后，从贝森特肩膀上方拍下了一张特写照片。随后记者把照片放大检查时，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内容。照片显示，在贝森特面前的记事本上，他赫然写着一行重点划线的英文字：待办事项，买入50亿至100亿美元的日元。这张照片是在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1点33分拍摄的。记事本上除了这行字，再无其他内容。一张印着贝森特名字的专属名牌在照片中清晰地摆在记事本上方。这份由10几个字母和数字组成的私人笔记，就像一枚投入深水区的重磅炸弹，瞬间在全球金融市场掀起了滔天巨浪，引发日元对美元在很短的时间内暴涨了40%，硬生生把沉稳的大国货币汇率市场走出了常规股市都望尘莫及的剧烈行情。为什么一张笔记会引发这么大的震动？在世界金融圈，美国财政部绝对是无冕之王，是全球金融市场默认的庄家。美国财政部透露的任何金融政策和行动，都是世界金融领域最重要的信号。而这张字条透露的，已经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意向，而是一项明确的金融操作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展现的绝不只是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流向的问题，它代表着一个强烈的美国政府政策信号。美国政府决心同日本政府联手，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打一场日元汇率狙击战。有人可能会问，美国为什么要这么煞费苦心地帮日本拉升日元汇率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要从这张私人笔记泄露事件所处的这个世界金融大背景来看。自打2024年以来，日元汇率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一路狂跌，到了2026年7月，情况已经到了让人触目惊心的地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至164日元对1美元的大关，创下40年来的最低点。日本本身资源非常有限，无论是天然气、石油这样的能源，还是老百姓生活所需的许多食品和日用品，都要依赖进口，而进口通常是用美元结算。日元对美元贬值，就意味着买同样的东西要花比以前更多的日元。近些年，日本国内物价飞涨，经济学里把这叫输入型通胀。这种通胀正在无情地吞噬日本家庭的钱包，让日本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急剧攀升。为了缓解日本人的生活压力，高市早苗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给日本老百姓降压的政策，比如把食品消费税从现在的8%大幅削减到1%。可是给老百姓减税，政府的钱从哪儿来？只能靠大量发行国债。这种借钱发福利的做法，让国际投资者对日本政府的财政健康状况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觉得日本政府没钱还大手大脚，于是日元被进一步抛售，日元汇率更加贬值。要遏制这种输入型通胀，日本政府就必须阻止日元汇率进一步下跌。日本政府先是从舆论上造势，多个关键官员不断向市场喊话，说日本政府随时准备采取决定性行动保卫日元。喊话没有效果后，日本政府在今年4月和5月真的出手，砸下创纪录的742亿美元干预市场。
但是这笔钱只是短暂地阻止了日元汇率下跌，随后不久，日元又开始进一步下跌。这证明，在强大的国际做空力量面前，日本光靠嘴皮子或单方硬扛已经不管用了。那么美国这边呢，也有一本难念的经。美国自己已经被挥之不去的通货膨胀困扰了5年了。此时此刻，随着中东战事持续反复，美国通胀数据也如过山车一般忽高忽低，没人能预测美国未来的通胀走向。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债务还在不断高涨。另外，新任美联储主席决定在联储利率政策上采取一系列崭新的思路，这让本来就紧张的市场对未来更加不明确。围绕美国经济的种种不确定因素，让国际投资人对美国资产变得非常谨慎，包括对美国国债的胃口也变得非常有限。这个状态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国国债价格近期不断下跌，相应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在不断上涨，而国债收益率上升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国国内的各种借贷利率，包括房屋贷款利率都在不断攀升。而日本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如果日元进一步贬值，就可能逼迫日本大量抛售手里的美国国债来应对。本来美国国债就供大于求，如果日本再开始抛售美国国债，必然造成美国国债价格进一步下跌，相应的造成美国国债收益率进一步飙升，这会直接抬高美国国内的各种贷款利率，同时也让已经债台高筑的美国政府借钱成本更高，更难以承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然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因此美国和日本政府在狙击日元汇率下跌这个战场上快速变成了同一个战壕的盟友。贝森特的那张写着要买入100亿美元的日元的笔记，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被路透社泄露出来的。如果我们把泄露事件前后发生的事情合在一起看，很多人会清晰地看到，这张字条透露的信息绝对是一场精心策划、跨越太平洋的美日金融协同作战的一部分。在字条泄露事件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30日周四，日本政府单日再次向国际汇率市场大举投入589亿美元，直接狙击日本汇率下跌。同一天，贝森特也公开表示，目前日本汇率不合理，日元绝对被严重低估了。7月31日周五，就是在贝森特字条被泄露前的2个小时，有内部消息透露，美国财政部已经通知多家大型银行，要求他们为美国干预日元市场做好准备。在字条曝光后，《金融时报》就报道，美国财政部在周五真的采取实际行动了。具体操作是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作为美国财政部的代理人，通过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这2家美国巨型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开始大规模抛售欧元，同时大量买入日元。当我们把私人笔记、泄露事件和这些事情放在一起看，过去15年来，美国和日本政府首次联手完成日本汇率狙击战的那个画面，就清晰浮现在我们面前。要更深入理解这场历史性的美日联合金融战，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个关键人物，了解一个神秘的机构，还有一个关键的金融概念。要了解的这个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他绝对是这场联合汇率狙击战的灵魂人物。我在前面的杰森视角节目中就介绍过贝森特，他绝对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美国政府官员。他加入川普内阁前是华尔街最令人畏惧的对冲基金经理之一。他的职业生涯里充满了在外汇市场上呼风唤雨，甚至让一个国家的央行险些破产的传奇。很多稍微年长一点的朋友可能还记得1992年著名金融大鳄索罗斯做空英镑，一举击垮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震惊了世界。而当时作为索罗斯基金核心操盘手之一，为那场金融狙击战立下汗马功劳的正是年轻的贝森特。可以说，他的成名之作就是靠利用外汇市场打垮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21年后，
2013年，贝森特再次出手，主导了一场针对日元的庞大做空交易。他精准压住日元会大幅贬值，那一笔交易就为索罗斯的基金豪赚了超过10亿美元的净利润。命运的齿轮就是这么神奇。13年后的今天，2026年，昔日带头做空日元、击垮主权货币的华尔街杀手摇身一变，成了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的财政部长。他对日元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投机者的心理状态，有着比任何人都深刻的理解。他太知道那些在市场上兴风作浪的金融大鳄们怕什么了。如果要改变市场预期，不能光靠在电视上喊话，关键时刻政府必须动用真金白银给投机者致命一击。事实上，出任财政部长之后，贝森特在货币政策上一直表现得非常强势。在必须积极干预市场的关键点，他绝对会果断出手。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去年阿根廷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时，贝森特亲自策划了一笔货币互换操作，动用美国财政部控制的一笔专项资金，豪掷200亿美元买入阿根廷货币比索。当时很多人认为他是在用美国政府的钱搞一场有巨大风险的豪赌。现在回头看，那笔操作不仅帮助川普的盟友阿根廷米莱政府在最危险的时刻稳住阵脚，让阿根廷的经济复苏走上一条希望之路，而且最终也让美国大赚一笔，给美国纳税人带来了额外的收益。贝森特一方面知道该出手时就出手，另一方面他也非常清楚金融界的那个黄金定律，金融就是人心。所以为了最大化他每次金融行动的效果，他都会利用媒体和其他渠道释放信号，利用舆论来加倍他金融行动的实际效果。我们前面提到，在他真的动手购买日元的前一天，贝森特就在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明确释放信号说，日元目前被严重低估，日元的汇率已经大幅偏离正常的均衡水平，而美国政府认为这种过度的汇率波动非常不健康。这番表态就是在向全球汇率市场释放一个明确信号，美国和日本政府很可能会联合实施干预行动。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贝森特私人笔记被路透社拍到并泄露的事件，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应该不是贝森特的个人失误，这次泄露本身大概率就是贝森特给这次两国联合汇率干预行动进行的一场舆论造势的阳谋。日本政府此前投入了700多亿美元，都无法逆转日元汇率的走势，而这次美国政府为什么能用小小的100亿美元就逆转了日元汇率走向，让日元出现4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其中原因还不只是贝森特最大化了舆论造势和资金直接干预的叠加效应，更关键的是美国财政部在执行这100亿美元的日元买入时的非常规的操作。在我们具体谈美国的这个非常规操作前，就财政部这次花100亿美元买入日元的这个行动，有朋友可能会问，美国政府花钱不是都要经过国会批准吗？拿出100亿美元去炒外汇合法吗？美国国会能答应吗？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给大家解释一个美国财政部手里掌握的一个神秘机构。这个机构的名字叫做外汇平准基金，简称 ESF。贝森特用来干预市场的这100亿美元的钱，就是从这个基金里拿出来的。这个外汇平准基金的历史很悠久，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期。1934年，美国通过了黄金储备法案，当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主动让美元贬值，结果政府手里的黄金储备凭空多出了28亿美元的顺差，于是政府从中拿出了20亿美元，专门成立了这个用于稳定美元汇率的紧急储备基金。这个基金最特殊也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在设立之初就被赋予了极大的独立性，它完全属于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由财政部长在总统批准下直接控制，不需要经过国会
拨款审批程序。这就等于给了美国财政部长一把尚方宝剑，让美国财政部长能够使用这个基金，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紧要关头，以最快的速度采取行动。这个基金过去也的确在关键时刻屡建奇功，比如在1994年，墨西哥爆发严重的比索贬值危机，整个墨西哥国家经济眼看就要崩溃了。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想救墨西哥，但是国会死活不批钱，于是克林顿让财政部动用了这个基金，绕过国会，向墨西哥提供了2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和贷款担保，成功阻止了墨西哥经济危机的蔓延。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一些恐慌的美国人开始去银行取钱，让美国货币市场基金面临挤兑压力。当时的财政部长保尔森，他也是利用了这个基金出面给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担保，正是这个政府背书的定心丸，才勉强稳住了当时恐慌的市场，避免更大的灾难。不过，这个外汇平准基金通常不会直接跑到交易市场进行交易，它总是隐身幕后，授权位于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作为代理人，在市场上执行具体买卖操作。这次购买日元的操作同样是这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次购买日元操作中的一个关键细节，美国财政部不是抛售美元买入日元，而是抛售欧元然后买入日元。美国政府之所以采用这种绕道的政策，背后既有技术原因，也有深层的货币政策和市场博弈的智慧。其中的技术原因是，美国的外汇平准基金中的大部分钱是以欧元和日元两种货币形式存在的。如果美国不想动用美元，那相对庞大的欧元储备资金就几乎成为美国政府能用来购买日元的唯一选择。因此，这次操作也可以被看作是美国财政部对他的这个内部外汇储备资金进行了一次用欧元换日元的调仓操作。但是这个技术原因还不是财政部用欧元买日元的主要原因。财政部不用美元直接买日元，有一个更关键的原因，就是避免干扰美国国内货币政策。当前美联储不得不用维持高利率的办法，把美国通胀拼命按住。如果美国直接抛售美元买入日元，本质上就等于是向国际市场投放更多的美元，美元多了就会刺激物价上涨，恶化通胀。因此卖美元买日元会产生类似于货币宽松的效果，这就会和当前美联储的金融政策发生冲突。美国财政部当然不会干这种事情。而这次美日联手狙击日元汇率能够在2天内就出奇成功，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他们成功激活了金融市场的那个反馈机制。正是这个反馈机制，让美国政府仅仅用了100亿美元就4两拨千斤的逆转了持续2年的日元汇率下跌的走势。要理解他们是如何激活这个反馈机制的，我们就需要先理解一个关键的金融概念，叫日元套息交易。这个概念听起来高深，解释起来非常简单。咱们打个比方，假如你们村里有一家银行，为了鼓励大家借钱，贷款利率极低，甚至接近于0，而城里有一家理财公司，每年收益率能达到 5%甚至更高。这时候一个聪明人就会想，我为什么不在村里借入一大笔几乎不要利息的钱，然后拿到城里投资，赚取那 5% 的利息差呢？这就是套息。在现实的国际金融市场里，这个村里的银行就是日本。过去几十年，日本为了刺激经济，一直维持极低甚至是负的利率政策，而城里的理财公司就是欧美等其他国家的金融产品。全球的对冲基金和大型金融机构大量从日本借出几乎免费的日元，然后把日元在市场上卖掉，转身购买收益率更高的欧美金融产品，包括利息丰厚的国债或者是股票。这个游戏听起来像是一个无本万利的买卖，借钱不用给利息，投资还能赚大钱，而且如果在借日元期间日元还在贬值，那么投资者不但能赚到利息差，还能赚到日元贬值的额外利润，两头吃肉。
2026年在日元跌到40年低点的过程中，搞这种日元套息交易的投资人数量暴涨，投资规模也达到了天文数字。无数资金源源不断地从日本流出，然后推高欧美股市和债市。但这个游戏也有一个致命的软肋，如果你在借日元期间，日元开始大幅升值，这场游戏就会瞬间变成投资人的噩梦。比如你借了100万日元，当时换了1万欧元去买欧洲股票，结果突然之间日元升值，你现在得用1.2万欧元才能换回那100万日元去还账。这就意味着，就算你买的股票没亏钱，光是日元汇率上涨这一项就让你损失大约20%。为了避免这样的损失，玩这个游戏的投资人一旦感觉日元要升值，他们就会努力抢在日元升值前，以最快的速度卖掉手里的欧美金融产品，把换回来的美元或欧元赶紧买成日元去还借来的日元债务。如果谁真能让这些投资人相信他能让日元升值，那么这个人就能触发投资人因恐慌而造成的一个反馈机制。这次美国财政部在短时间内大量抛售欧元买入日元，首先就启动了日元对欧元的汇率上涨。与此同时，贝森特还通过媒体放话和泄露私人笔记这样的非常规操作，利用媒体报道进一步操控投资人的心理，这就逼迫很多过去借日元投资欧元的人开始恐慌。当他们为规避损失而开始大规模抛售欧元买入日元时，就会引发一个自反馈性质的连锁反应。很多人买日元，日元需求会剧增，引发日元汇率飙升，而飙升的日元又会让更多投资人恐慌性买入日元，让日元进一步飙升，从而推动日元全面暴涨。市场最怕的就是你突然发现，原来大家都相信的那个投资默认的基本条件突然反转了。在金融上，这种反馈触发的连锁反应就被称为炸空。炸空在金融领域引发的惨烈事故，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比如2024年8月，当时日本央行罕见的小幅度加息了0.15个百分点，同时美国公布的当时的就业数据恰好不太好，结果立刻引发市场恐慌机制，出现大量抛售美国股票买入日元的操作，造成当日日元突然升值，同时美国标普500指数大跌3%。这次贝森特抛售欧元买日元，而不是抛售美元，另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政府避免在美元投资项目中出现炸空的情况，以此来规避对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市场产生的负面冲击。到目前为止，我们把大背景和各种相关门道都讲清楚了。现在回头看7月31日这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真正的资本大军出动前，美国政府先发射了一颗信号弹。据知情人士透露，就在戴维营那张贝森特私人字条的照片被媒体报道出来的2个小时前，代表美国财政部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官员就开始挨个给各大主要银行打电话，询问他们当天把欧元兑换成日元的具体成本和报价。在金融界的行话里，这个动作被称为汇率审查。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去银行问汇率，那叫咨询；但是如果代表美国政府的纽约联储打电话去问汇率，那就相当于是警察在突袭前当着劫匪的面拉响了警笛。这是一种极其强烈的警告信号，明白无误地告诉华尔街交易员，美国政府已经盯上你们了，我们马上就要带着大笔资金入场干预了。而且这次由美国政府出面进行的这样的汇率审查情况是极其罕见的，平时这样的问题都是由日本央行出面在询问，美国政府这一次出面，立刻就在市场上引发了巨大的心理震慑。紧接着今天开头讲的那个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贝森特那张写着100亿交易计划的私人笔记居然就被媒体拍了，又曝光了，一下子市场瞬间炸锅。大家意识到这不再是美国政府虚张声势的表态，而是美国政府在用真金白银实施的作战计划。
随后，美国财政部就真的开始行动了。随后，作为美国财政部外汇平准基金代理人的纽约联储，并没有用常规的抛售美元买入日元的做法。如我们前面讲的，他们雇佣了华尔街最顶级的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这2个巨型银行做他们的打手，在市场上大肆抛售欧元，同时买入日元。一时间，巨量的抛售欧元买入日元的订单涌入市场，瞬间就打破了原本的欧元对日元的供需平衡，日元需求像火箭一样急速上升。与此同时，在日本东京，日本财务省也绝地反击，在纽约交易时段和随后的东京交易时段大举用资金买入日元。世界上最大最成熟的2个金融管理机构在15年来首次形成合力，就像一把烧红的巨钳，死死夹住做空势力的咽喉。虽然日本最高外汇事务官三村纯在接受采访时对美日2国政府进行汇率干预的细节闭口不谈，但他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我们正在获得来自美国的超越心理层面的实质性的支持和援助。我一直与美国相关部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市场对美日政府的联手行动的反应是摧枯拉朽的。在周四纽约交易时段，日元对美元汇率在短短50分钟内疯狂飙升了近5日元。到了周五下午，展现美财长私人笔记的照片曝光之后，日元汇率更是高歌猛进，从下午4点左右的159，不到1个小时就快速攀升到了157.6，短短几十分钟，涨幅就达到了近1%。上面这一周的数据显示，日元对美元汇率从这周早些时间的40年低点一路强劲反弹到周末收盘时的157.4，创下过去4年日元最大的单周涨幅。这个过程中的交易量也很恐怖。30日早上9点30到40分，这10分钟里，华尔街的电子交易平台上就涌现了估值高达81亿美元的抛售美元买入日元的订单。随着周末的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汇率干预行动总算告一段落，全球金融市场也进入了紧张的评估期。这次美日联合干预有可能深刻改变全球资金的流动方向。日元突然强劲反弹，会让那些做日元套息交易的机构吃尽苦头。为了筹集日元，他们在短时间内被迫抛售其他金融资产。未来如果在日元升值趋势从根本上确立下来，那么那些原本投资在美国或欧洲的日本资金就可能回流日本，这必将对全球债券和股票市场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和美国进行的联合行动无疑是美国的雪中送炭，它为处于水深火热的高市早苗内阁赢得了一丝宝贵的喘息之机。日元反弹也会减轻日本老百姓面临的物价压力。对于这场大戏的幕后总指导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来说，这个行动可谓是一石两鸟。他一方面帮助重要的盟友稳定了经济局势，向全世界展示了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说一不二的绝对领导力；另一方面，通过抑制日元贬值，它间接防止日本机构抛售美国国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美国自身的利率上升的压力。就在干预行动成功之后，贝森特在社交媒体 X 上特意发了一条帖子。他不仅高度赞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央行的政策，还特别提到他非常期待在8月底在美国举行的 G20 财长会议上与他的老朋友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再次会面。这个帖子就是在间接向世界宣告这个联合行动两边的主要参与人员。这场戴维营泄密与汇率干预事件注定会成为政府联手干预汇率市场的一个经典教科书案例。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次两大国政府联合出手，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为人类争取了更多的一些时间，因为引发这次危机的来自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根本经济困境依然存在，甚至还在恶化。
政府智慧的操作可以给经济和市场争取时间，但人类此时此刻面对的问题绝对是一个更深层的忧患。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